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周小军。除了我们前面学习的比较常见的几种褶皱形态之外，还有一些褶皱相对比较特殊，我们来一起看看还有哪些比较特殊的褶皱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为底坯构造，一般是由地下深处密度相对较小的高塑性层，比如岩、石膏、岩浆等，由于密度倒置，在差异重力作用下向上拱起或者刺穿上覆脆性岩层而形成的一种构造，称为底坯构造。比如图中所示，地下深部存在一个密度较小的高塑性岩，由于岩的密度比周围地层的密度小，发生了密度倒置，在差异重力作用下向上拱起，使得上部的岩层发生弯曲，形成褶皱变形，甚至于刺穿上部岩层发育。第二种类型，同层级背斜，是在沉积作用发生的同时，基底不断隆升形成的褶皱，称为同层级背斜。这种背斜具有下面3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顶部地层薄，翼部的地层逐渐增厚。第二个特征，顶部地层倾角小，翼部地层倾角逐渐变陡。第三个特征，顶部岩层岩石力度较粗，翼部岩层岩石力度逐渐变细。同层级背斜在油漆勘探中比较重要的地质意义，主要表现为如下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同层级背斜由于上部岩层与下部岩层倾角的差异，通常表现为深部构造的闭合度大于浅部构造的闭合度。第二个方面，同层级背斜可以形成的良好的储积层，由于同层级背斜的顶部沉积物力度较粗，储积空隙度较大，可以形成良好的储积层。第三个方面，同层级背斜可以形成良好的油气圈壁，由于背斜的顶部始终处于构造高部位，是油气用移和聚集的目标靶区，是油气高产富集的场所。第4个方面，同层级背斜对于油气也有不利的一面，背斜的顶部易于暴露，遭受剥蚀，也容易使已经形成的油气藏遭受破坏，使油气发生散失。第3种类型称为吸折，是在减轻应力作用下，由于层面的限制，岩层发生急剧性的弯折形成的褶皱变形，称为吸折。发生急剧性弯折的面称为吸折面。如果两翼对称，称为对称的吸折；如果不对称，称为不对称吸折。两组倾斜不同的吸折带以固定角度相交，称为共轭吸折。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岩层发生急剧性的弯折，形成吸折。第4种类型，断层相关褶皱。在自然界中，断层与褶皱往往是伴生的。如果断层与褶皱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往往会造成断层切割了早期形成的褶皱。另外一种情况是，断层与褶皱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断层的活动而引起岩层发生褶皱变形，称为断层相关褶皱。下面我们介绍与逆断层和正断层相关的褶皱类型。跟逆断层相关的断层相关褶皱有3种类型：断层转折褶皱、断层传播褶皱和断层滑脱褶皱。第一种类型，断层转折褶皱。如图中所示，当断层发生转折时，岩层沿断层面的滑动可能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上排的地层沿断层的上段滑动，则必然造成上盘地层与断层之间出现空白区。另外一种情况，上盘地层沿断层面的下段滑动，则必然造成上盘地层与下盘地层在断层上段附近发生重叠。这2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通过研究发现，在断层面发生转折时，上盘地层会在断层转折之处发生弯曲，形成褶皱，以响应挤压变形，并沿上断平继续向前滑动。这种褶皱称为断层转折褶皱。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蒋绍和蒋萨比根据褶皱变形前后关键层的长度和厚度守恒的假设，定量化地计算出了断层与地层之间的定量几何关系。根据这个公式，可以定量地计算构造变形过程中
断层与地层之间的几何关系。野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褶皱变形的典型实例，下排的地层并未发生变形，而上排地层受断层面弯折的影响，在断层转折处发生褶皱变形，形成断层转折褶皱。第二种类型，断层传播褶皱，是指在断层的末梢，由于逆冲前缘受阻，断层不再滑动，上排的地层在断层末梢处发生强烈的褶皱变形，这种褶皱称为断层传播褶皱。它的特点是：特点一，褶皱形态不对称，前翼陡展，后翼变缓。特点二，向斜固定在断层的末梢。特点三，随深度加大，褶皱越来越紧闭，浅部通常表现为不对称的箱状背斜，深部逐渐过渡为尖棱状的褶皱。特点四，微量向上逐渐变小，终止于褶皱之内。第三种类型，断层滑脱褶皱，是在一个或多个滑脱层之上，岩层受到水平挤压外力作用时，发生平行断层的运动，导致上排地层收缩，形成背斜，即为滑脱褶皱。其特点是：特点一，断层颌部增厚，没有断坡发育；特点二，褶皱变形向下终止于滑脱面之上，即断层面之上；特点三，能干层的生长前地层通常保持厚度相等；特点四，生长地层厚度在褶皱顶部减薄，呈现出扇形褶皱的特征。第二种类型，与正断层有关的断层相关褶皱，称为拱洞背斜。正断层通常是在水平拉张作用下产生，发育在断层上排的水平岩层或者环倾斜岩层中，多以背斜形式出现。岩层弧形突出方向只是对排的运动方向，称为拱洞背斜。其成因是正断层的上盘在拉张作用下发生断开，两盘之间会出现一定的空隙，而上盘地层在自身的重力作用及上覆岩层向下的压实作用下，靠近断层附近的岩层会发生上凸型的弯曲，形成拱洞背斜。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几种比较特殊的褶皱类型，并分析了各种褶皱的典型特征，丰富了我们对褶皱的认识。谢谢大家。